Galaxy S26 Ultra 這是在 AI 能力上提升的超級多，但很多朋友關心的拍照只有提升的光圈大小，跟 Galaxy S25 Ultra 比起來會差很多嗎？這集比給你看。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這幾年三星的 Galaxy S 系列手機推出時，每次的 Galaxy AI 進化都讓人非常的有感，完全就是打得 iPhone 翻不了身啊！而且 Galaxy S26 Ultra 還加入了主動智慧防窺功能，更成為一大亮點。到底有提升了什麼啊？大家可以參考上一集的比較哦。不過在拍照規格上面，可能是 Apple 始終沒有推出超越三星的相機，所以三星基本上也都還沒有放大招啊。很多朋友也都抱着不期不待、沒有傷害的心態。這是 Galaxy S26 Ultra 的相機，相較於 Galaxy S25 Ultra， 在感光元件完全沒有更新，唯一進化的就是光圈大小。這樣的小升級真的會有感嗎？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以實拍來比較，看看差異有多少。Galaxy S26 Ultra 這是在超廣角跟3倍鏡頭，規格完全跟 Galaxy S25 Ultra 相同。有進化的應該算是在 AI 的介入，另外還有更好的處理器，用以提升拍照演算法的能力。那到底在同樣規格下， S26 Ultra 還有辦法提升嗎？我們先來看一下超廣角鏡頭，兩款相機都是2.5分之1寸5000萬像素感光元件，光圈是 f1.9。那在日拍部分，兩款手機細節表現上基本沒有什麼差異，但可以看出S26 Ultra 色彩稍微偏黃偏暖一點點。那夜拍部分S26 Ultra 也是稍微偏暖一點，細節上在不同場景下各有勝出哦。不過可以發現S26 Ultra 在暗部雜訊有比較好的抑制效果。那3倍鏡頭部分，兩款都是採用3.5分之1寸1000萬像素感光元件，光圈是 f2.4。日拍部分細節基本上差異不大，但可以發現 Galaxy S26 Ultra 在3倍鏡頭明顯偏暗，也沒有光影感，整體表現比較平一點。那夜拍也有同樣的狀況，細節表現非常的接近。但 S26 Ultra 畫面也是比較暗一階哦，但在雜訊的控制上 ，S26 Ultra 有比較好的表現。那從這兩顆鏡頭來看 ，S26 Ultra 雖然在雜訊控制上比較好，但不確定是不是刻意調低 EV 值來換取降低雜訊，還是真的用演算法來消除雜訊呢？這點我就不得而知但是在整體的表現上，我認為 S26 Ultra 並沒有比較好。Galaxy S26 Ultra 這次相機主要的升級，就是在主鏡頭跟5倍望遠鏡頭的光圈、進光量大幅提升，可以在夜拍上有更好的表現。主鏡頭部分，兩款手機都是採用1.3分之1寸2億像素感光元件 ，S25 Ultra 的光圈是 f1.7，S26 Ultra 提升到 f1.4， 这個差距，數字看起來雖然很小，但其實差距並不小。那日拍部分。S26 Ultra 色彩一樣比較偏黃偏暖，也比較沒有那種明亮光影感。不過細節表現倒是沒有太大的差別無論是1倍2倍，整體表現都是差異不大的。那夜拍部分就完全不一樣嘍。S26 Ultra 在細節上表現明顯是比 S25 Ultra 要好更多，銳利度還有細緻度更為優異，暗部的雜訊也更少一些果然光圈更大所帶來夜拍表現的確差異非常的大接着我們看一下5倍望遠，兩款都是採用2.52分之1寸5000萬像素感光元件 ，S25 Ultra 光圈是 f3.4，S26 Ultra 提升到 f2.9， 也是一個蠻大的提升哦。那日拍部分 ，S26 Ultra 還是一樣有偏暗還有沒有光影感的問題而且比較特別的是，雖然大部分的場景細節表現都差不多，但沒想到 S25 Ultra 在部分場景的實測居然比 S26 Ultra 還要更好，真的有一些奇怪跟詭異不過夜拍部分就回到預期的結果，在大多數的場景 S26 Ultra 細節上都有更好的呈現，畫面純淨感也更好，雜訊更少一些，整體的表現明顯比 S25 Ultra 還要來得更好。那主鏡頭跟5倍望遠的部分，
光圈提升的確帶來更好的夜拍表現。不過我認為 S26 Ultra 的相機其實應該還沒有調整到最好的狀態啊。我想只要假以時日啊，應該可以帶來更好的拍攝體驗吧。錄影實測會分成2個部分來討論，我們先來看一下穩定度的部分。畢竟 Galaxy S26 Ultra 這次加入了水平鎖定功能，到底表現如何呢？首先，兩款手機都開啟超穩定動態攝影哦。我們先來看一下實測。實測可以發現，兩款手機並沒有差異，都穩得非常的誇張。即使手機已經劇烈的晃動，但畫面依然非常的穩定哦。那接着開啟 S26 Ultra 這次的新功能，也就是水平鎖定。我們直接看實測。實測可以發現 ，Galaxy S25 Ultra 因為沒有水平鎖定功能，所以在大幅切換角度的時候，畫面就會跟着轉動。那沒想到 Galaxy S26 Ultra 完全不為所動而且畫面順暢感超好哦，即使已經倒着拍那個手機的畫面了，還是穩穩的保持水平，真的有夠誇張的哦。那第二部分我們來測試夜間的錄影，畢竟 Galaxy S26 Ultra 在主鏡頭跟5倍望遠都提升了光圈大小，表現應該會更好吧。先來看主鏡頭部分。畫面非常明顯，可以看出 Galaxy S25 Ultra 在天空部分雜訊其實有一點明顯哦，但在從業區域啊 ，Galaxy S26 Ultra 就好很多。細節上銳利度部分 ，Galaxy S26 Ultra 也更好。對了 ，S25 Ultra 為了提升進光量，畫面好像會有一點卡頓的感覺，但 S26 Ultra 就順暢許多。5倍望遠部分 ，Galaxy S26 Ultra 在各項表現上也明顯的都比 S25 Ultra 還要來得好啊。這表示光圈提升對於夜間攝影的表現的確非常的加分。如果你手上已經有 Galaxy S25 Ultra， 只看相機的話，到底值不值得升級到 Galaxy S26 Ultra？ 我認為啊 ，Galaxy S26 Ultra 雖然整體的表現比較好一些，但拍照的進步幅度並沒有太大。當然，如果你很常拍夜景、室內聚會，或是餐廳美食，或是你很常用5倍望遠，其實拍舞台啊、拍演唱會、遠距離的主題的話，那 Galaxy S26 Ultra 這次的光圈提升真的會帶來實際的差異，而且是那種成功率變高的差異，用起來真的會比較有感覺哦。不過以相機來看的話，對我來講並沒有太大的誘因。但如果加上主動式防窺螢幕，還有 Galaxy AI 的提升，那對我來講就非常有感了哦。那我就會把相機的小提升當成小小的加分項目就可以了。所以你也會想升級嗎？以上就是 Galaxy S25 Ultra 跟 Galaxy S26 Ultra 的相機實拍比較，感謝大家收看這期節目，希望大家也會喜歡這次的內容。如果有任何建議或問題，也歡迎留言讓我知道。我是 Kisprime， 下期見嘍，拜拜。